各位老朋友，先别忙着划走。今天我想跟您聊几句可能会让您心头一颤的大实话。在正式开讲之前，我想请各位有福气的朋友先动动手指，点一下屏幕上的关注。这个动作在玄学上叫结缘。您点了关注，就等于在您和您的福报账户之间牵起了一根看不见的红线。以后我每次为您带来这些老祖宗传下来的改运智慧，您都能第一时间收到，不会错过任何一个能帮到您和儿女的机会。好，咱们这就开始。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明明到了该享清福的年纪，可这心里头就是安稳不下来，白天坐不住，晚上睡不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像过电影一样，心里头那股无名火蹭蹭的往上冒，看老伴不顺眼，儿女打了个电话，说不上两句就想挂，好不容易眯着了，净做那些乱七八糟的梦，早上起来身子骨比没睡还累，腰酸背痛，一整天都没精打采。更让您揪心的是，您天天去庙里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家里那个大孩子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可偏偏事与愿违，孩子在外面好像总是不顺，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明明勤勤恳恳，却总被小人抢功，升职加薪永远轮不上，回到家没说两句话就摔门，脾气大得像点着了房子，跟您越来越生分。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又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对不对？如果您或者您家里的孩子有上面说的，哪怕一条情况，都别着急。今天这期内容就是为您量身定做的。在继续往下讲之前，我想请各位朋友在屏幕上打下我在听见这三个字。您别小看这三个字，这不仅仅是一个回应，更是在您和屏幕这一头的我之间搭建起一个同频共振的磁场。当您打出这三个字，就代表您的心已经打开了，愿意接受接下来我要跟您讲的这些，能够实实在在帮到您和您全家的改运天机。咱们这就建立起了链接，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会像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您找到家里的病根。今天的内容信息量极大，听懂了，能帮您省去请风水先生的几万块冤枉钱，甚至能改变您下半辈子的福报，关乎儿女未来3年的运势。如果您怕听一遍记不住，可以先动动手指点一下屏幕上的点赞。这个动作在玄学上叫留神，就是把您的注意力和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智慧牢牢地锁定在一起，相当于在您的手机里存下了一颗定心丸，这样您今晚去翻床头翻床底的时候，随时打开我的主页，就能找到这条视频来对照，保证不会做错。好，咱们言归正传。老祖宗传下来一句至理名言，叫床底不纳脏，枕下不留样。一个人每天有差不多1/3的时间都在床上度过，卧室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能量充电桩，而枕头更是连接全家运势的核心枢纽，是我们脑袋的元神宫。很多长辈心疼儿女，天天去庙里祈福，却不知道自己每天枕着的床头正悄悄放着连风水大师都忌讳的几样隐形吸血鬼。这些东西不仅吸走了您的精气神，让您睡不踏实，还像一块无形的石头，死死压住了儿女的财路和前程。说到这儿，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个底层逻辑，为什么卧室和枕头对人运势的影响这么大。咱们中国传统的易经智慧里，把家宅分成8个方位，每个方位对应着家里不同的人和事，而卧室所在的方位直接关系到主人的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
床在风水上属艮卦，艮为山，代表稳定、依靠和贵人。您想想，山要是倒了，或者山上堆满了垃圾，那依靠着这座山的人还能安稳吗？枕头更是重中之重，它是您头部每天接触最久的物件。头部在中医里是诸阳之会，是所有阳精汇聚的地方，最怕被阴寒湿浊之气入侵。所以枕头下面的方寸之地看似不起眼，实则决定了您和家人的气场是清是浊，是旺是衰。接下来我要讲的这3样东西，您可以去翻翻看。10户人家里至少有7、8户床头都藏着这些衰神。您看您家中了几样？第一样要命的物件，就是图方便放在床头的各种药瓶子、药袋子。我知道咱们上了年纪，多少都有些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药不离身。为了方便，就把药放在床头，睡前看一眼，早上睁眼就能吃，多方便啊！但是在传统风水学上，这叫日夜福，是天大的忌讳。药是什么？药是治病的，但它本身也凝聚了病气的磁场。我们把一堆药放在离脑袋最近，每天待最久的艮位，也就是床头，代表着我们和家人的靠山。您把代表病气和麻烦的药瓶子天天压在靠山上，就等于把病灶和困难顶在了头上。时间一长，这股药气、病气就会和您的睡眠磁场对冲。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多梦易醒，睡得比没睡还累，脑神经长期得不到放松，您整个人的气色、精力都会每况愈下。更关键的是，这股阴煞之气会通过血脉磁场传导到儿女身上，让他们在外面做事，总觉得背后无靠，处处碰壁，哪怕能力再强，也总有小人挡道。我给您讲一个真实的案例。我认识一位58岁的陈阿姨，她有轻微的糖尿病和高血压。为了方便，她女儿给她买了个7天的药盒，把1周要吃的药都分好，就摆在枕头边上。结果那半年，陈阿姨不仅自己失眠严重，血压忽高忽低，更让她烦心的是，她在银行工作的儿子原本是业务骨干，却莫名其妙被调到了边缘部门，还因为一个微小的失误被领导当众羞辱，差点抑郁。后来一位懂这方面的朋友去他家串门，一眼就瞄到了床头那排药盒，当场就让他把所有的药都挪到了客厅的柜子里，只留一杯温水在床头。3个月不到，陈阿姨的睡眠质量大幅改善，气色红润了。更神奇的是，他儿子不仅被调回了核心部门，还因为之前那个失误阴差阳错地避开了后来的一桩巨大金融风险，反而因祸得福，被总部点名表扬，直接升了1级。您看，一个简单的调整，气场就天翻地覆了。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正在看视频的您，您家床头有没有放药瓶的习惯？如果有，或者您家里的孩子最近工作是不是也感觉特别不顺，总有使不上劲的感觉？如果是，请您在评论区留下您孩子的生肖。比如我家孩子属虎，工作不顺，您留下这个信息，就相当于把您家的难题摆上了台面。接下来的内容，我会专门针对不同生肖的年轻人，在2026年丙午年的运势特点，教大家更有针对性的化解方法。咱们评论区见真章，我来帮您看看，您家孩子今年是不是正处在犯太岁的关口上。好，咱们接着说第2样东西。这个东西更隐蔽，也更危险。很多老朋友，尤其是心灵手巧的女性，
习惯在枕头底下压一把剪刀，方便剪个线头，拆个快递。还有人听信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以为利器放在枕头下能辟邪，大错特错。在卧室风水里，这叫尖角煞入枕，是大忌讳中的大忌讳。枕头是我们头部元神的居所，是全身气场最柔和、最需要安宁的地方。您放一把杀气腾腾的剪刀在下面，就好比在您最柔软的元神下面埋了一把刀，这股肃杀之气会直接侵入您的脑部磁场，让您变得疑神疑鬼，脾气暴躁，说话带刺。在家里就容易和另一半、和儿女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吵架。这股戾气投射到儿女身上，就会让他们在职场中说话不讨喜，做事得罪人，把本该有的贵人全都剪断。这不是辟邪，这是招邪。他把您和家人本该有的和气、人缘、贵人缘都给剪没了。我再跟您说个真事，新加坡一位林老先生为人厚道，但就是有个习惯，喜欢在枕头下放一把瑞士军刀，觉得方便实用。但他发现他那个老实巴交的儿子工作10年，能力有目共睹，但每次升职都轮不到他，而且父子俩的关系也越来越僵，说不了3句话就要吵。后来老先生参加一次聚会，偶然说起这个烦恼，在座的一位朋友当场就指出了问题。老先生半信半疑地拿走了军刀，换成了一个寓意如意的木质小挂件。半年后，他儿子不仅升了部门经理，父子关系也缓和了许多，周末还主动带全家出去喝早茶。您说这床头放的东西能马虎吗？第3样东西是咱们勤俭节约美德下的好心办坏事，那就是坏掉的旧手机，不用的旧平板，还有空瘪的破钱包。咱们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什么都舍不得扔。旧手机虽然坏了，但里面有照片，有回忆，放着吧。旧钱包虽然破了，但跟了自己10几年，有感情，塞在枕头底下压着，心里踏实。但您知道吗？床头是您晚年的隐形财库，代表您和家人的储运之位。一个无法开机的旧手机，在风水上就是一件死物，一件没有能量的死物，却放在您最重要的能量枢纽上。根据磁场同频共振的原理，它会不断地吸收、消耗周围的正能量，形成一个衰败磁场。这就好比您本来有一条活水，却非要往里面扔一块巨大的吸水的海绵，久而久之，水被吸干了，只剩一片死寂。而一个破旧空瘪的钱包更是大忌，它直接向宇宙宣告，您的财库已空。把这个信号放在枕头下，就等于您每天晚上都在向老天爷许愿，我的钱袋子是空的，我的晚年是匮乏的。旧死物堆在枕下，就像蚁穴溃堤，悄悄蛀空您和家人的财富根基，导致的结果就是家里总是存不住钱，儿女明明赚钱不少，但开销更大，总有各种意外要花钱，入不敷出。清理完枕头这3样吸血鬼，咱们再把眼光放大到整个卧室。下面这4个地方是除了枕头之外最容易出问题，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闪财坑。您拿好纸笔或者截个屏，咱们一个一个说。第一个，床底。很多长辈，包括我妈，都习惯在床底下塞东西，旧鞋子、旧纸箱、不用的行李箱，觉得床底空间大，能装，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多好。但在风水里，床底是地气流通的关键通道，床底杂乱，塞满杂物，会严重阻碍地气上升。
与人体之气交融，这对应到人身上就是主治。而你在外面做事，就会感觉寸步难行。明明能力不差，但总是感觉有无形的绳索捆住自己，施展不开。您把不用的死物压在您睡觉的活地下面，这叫什么？这叫死气压活人，是大忌。正确的做法是，床底除了平整的床板或者干净的行李箱之外，尽量保持空旷，让地气能够顺畅地流通上来，托举着您和家人的运势往上走。说到这个床底，我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前年我去一位老朋友家做客，这位朋友姓吴，在台北开了一家小小的水果店，生意一直不温不火，勉强维持。吴太太是个特别会过日子的人，什么都舍不得扔，床底下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纸箱，里头装的是孩子们小时候的旧衣服、旧玩具，还有10几双早就穿不上的旧鞋子。我当时一进他们卧室，就觉得屋里特别闷，空气不流通，整个人昏沉沉的。我就随口问了一句：你们家床底下是不是塞了不少东西？吴太太还很得意，说：是啊，我家床底能装，我把家里不要的全塞下面，上面看着可干净了。我当时就委婉地提醒了她，让她把床底清空，说这会影响家运。吴太太半信半疑，但毕竟老朋友了，还是照做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清完床底之后不到2个月，吴先生的水果店莫名其妙来了一笔大订单，附近新开的一家大型公司，后勤负责人路过，尝了尝他家的水果，觉得品质好，当场就签了长期供应合同。从那以后，吴家的生意天比一天好。吴太太后来见了我，拉着我的手说：早知道床底这么重要，我早就该清了。第二个，床头柜，您看看您家的床头柜是不是2个？是不是一高一低？或者只有一个床头柜，在风水中象征着左右护法，代表夫妻感情的平衡和家庭的稳固。如果2个床头柜高低不一，或者只有一个，就代表夫妻关系中阴阳失衡，容易产生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频繁争吵、沟通障碍。更严重的是，这会在无形中影响儿女的婚姻观和社交心态，让他们在与人交往中要么过于强势，要么过于怯懦。正确的办法是，床头柜最好成双成对，高度一致，而且柜子上摆放的东西也要左右对称，比如一边放台灯，另一边也放台灯，这样象征着平衡与和谐。除了数量和高低，床头柜上放什么东西也有讲究。有些人喜欢在床头柜上放一摞书，睡前看看，这本身没问题，但书不宜放太多太杂，否则书山压顶会让您思虑过重，影响睡眠质量。还有些人喜欢在床头柜上放一杯水，这其实是好的。水在风水中代表财，床头有水意味着财晋升，但要注意，这杯水必须是干净的饮用水，不能是隔夜的、落灰的，而且要每天更换，保持活水的状态。另外，床头柜上千万不要放闹钟，对着脑袋，那滴答滴答的声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像一把小锤子，不断敲打您的元神，让您心神不宁。如果非要看时间，建议用那种静音的电子钟，或者干脆用手机定闹钟，但手机要放在手臂够不着的地方，离头部至少1米远。第三个，卧室里的镜子，镜子是把双刃剑，尤其要注意的是，镜子不能照床。从科学角度讲，人在半梦半醒间意识模糊，突然看到镜中的自己
或反射的光影，会瞬间受到惊吓，导致惊厥，长期下去会严重损耗三魂七魄中的魄，让人精神萎靡，神经衰弱。从玄学角度讲，镜是虚灵的通道，它会把您和家人的神气反射出去，无法聚焦，导致做事精力涣散，没有目标感。如果您家的镜子已经固定在了墙上，没法挪动，那最简单的化解方法就是找一块布，睡觉前把镜子盖住，天亮再掀开，这样就能把煞气挡住。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那卧室里能不能放穿衣镜？当然可以，但位置一定要选对。穿衣镜最好放在衣柜的柜门内侧，打开柜门才能照到，关上柜门就看不见了。如果只能放在外面，那就要确保它不对着床，不对着门，对着床。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对着门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门是气口，是能量进出的通道。镜子对着门，会把刚进来的吉气、财气全都反射出去，等于把财神爷挡在了门外。第四个，卧室里的花草。很多朋友喜欢在卧室里摆几盆绿植，觉得能净化空气，看着也舒心。但您知道吗？卧室是休息的地方，属静，而花草属木，是动的。在卧室里摆太多的植物，尤其是那些开花很香的花，比如百合、夜来香，它们散发的香气会刺激您的神经，让您更难入睡。而且植物在风水上属阴，晚上还会释放二氧化碳和人增氧。如果您非要摆，建议只摆一两盆小型的耐阴的绿萝或者虎皮兰，而且要保证它们长势良好。如果有枯枝败叶，要立刻剪掉，否则就会带来衰败之气。另外，卧室里的植物还有一个大忌，带刺的植物，比如仙人掌、仙人球，还有玫瑰、月季。这些带刺的植物在风水中属于形煞，会引发口舌是非和人际关系紧张。您想想，天天睡在一盆带刺的植物旁边，那股尖刺之气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您的性格，让您变得敏感易怒，说话带刺。久而久之，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自然就摩擦不断。接下来我要讲的这几个细节，很多人在卧室布局的时候都会忽略，但每一个都关系到您和家人的健康与运势，您一定要耐心听完。第五个，卧室的颜色。很多朋友在装修的时候，喜欢把自己的喜好放在第一位，却忽略了颜色对人的心理和运势的影响。卧室是休息的地方，颜色宜柔和温暖，最忌讳用大红色和深黑色。大红色属火，火气太旺会让人兴奋躁动，难以入睡。长期住在红色调的卧室里，夫妻容易争吵，血压也容易升高。深黑色属水，水主恐惧和压抑。黑色太多的卧室会让人情绪低落，甚至产生抑郁倾向。最适合卧室的颜色是米黄色、浅粉色、淡蓝色。这些颜色属土或属木，土主稳定，木主生发，既能让人感到安心踏实，又能带来生机和希望。第六个，卧室的灯光。卧室的灯光讲究的是明暗有度，主灯最好选择暖黄色光源，不要太亮太刺眼。那种白晃晃的日光灯适合办公室，绝对不适合卧室。另外，卧室里最好有一盏床头灯，方便起夜的时候使用。但床头灯的亮度一定要柔和，最好是那种可以调节亮度的。睡前的灯光越暗，越有利于褪黑素的分泌，
帮助您快速进入深度睡眠。还有就是卧室的灯不要正对着床的正上方，这叫灯压床，会形成一种无形的压迫感，让您在睡觉的时候总觉得有什么东西悬在头顶，时间长了容易做噩梦，心慌心悸。第7个，卧室的门。卧室的门要注意2点。第一，门不能正对着床头，也就是说您躺在床上，脚对着的方向不能是门，门是气口，正对着脚底，会让穿堂风直冲您的身体。中医讲，寒从脚起，脚底受风，百病丛生。第二，卧室的门不能正对着厕所的门，厕所是污秽之气最重的地方，两门相对，浊气会直冲卧室，污染卧室的空气和磁场，导致家人健康受损，运势下滑。如果家里已经是这样的格局，最简单的化解方法就是2扇门不要同时打开，或者在门上挂一个布帘或者门帘，起到阻挡和缓冲的作用。找到了病根，咱们就得开药方。这个药方不需要您花1分钱，厨房里就有。今晚您就去厨房抓一把咱们炒菜用的天然粗盐，海盐最佳。记住，必须是粗盐，不是细细的精盐。粗盐是未经深度加工的极阳之物，保留了大海最原始、最霸道的净化能量。然后找一块干净的红布，最好是全新的。红色在五行中属火，是至阳吉祥的颜色，能够增强粗盐的净化效力。把粗盐用红布包好，用红线扎紧口直或者缝起来，做成一个粗盐红包，然后把它塞进您的枕头套里。这个粗盐包就像一块能量海绵，会迅速吸收您头部周围所有的浊气、湿气、病气和煞气。为什么必须是粗盐？这里面有大学问。精制盐经过化学处理，它的活性已经被破坏了，只剩下咸味，没有了那股天然的燥性和阳性。而粗盐是从海水中直接晒出来，保留了海洋里几十种微量元素。它在易经八卦里对应的是坎卦，坎为水，但粗盐是水中之火，既有水包容性，又有火的净化力，所以它才能吸附那些阴性的不好的能量。而且红布的火属性和粗盐的火属性叠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极强的纯阳之气，能把床头积蓄多年的阴寒湿气彻底烤干。如果只有粗盐，那是只把不好的东西拿走，但我们还需要把好的运程补回来。怎么做？请您在包好粗盐的红布外面再套一个新的红色粒，是封，也就是红包袋，然后联系您的孩子，让他们亲笔写一句话，在纸上不用长，比如祝妈妈身体健康，晚福绵长，或者愿我们家和和美美，万事顺遂，把这字条也放进红包袋里，和粗盐包一起压在枕下，这就把净化、涵养、生化两股力量结合起来了。粗盐清除衰气，儿女的亲笔孝心则在枕下这个能量枢纽源源不断的生发和气与旺气。您别小看这张纸条，在心理学上，这叫积极的自我暗示，能有效缓解焦虑。在玄学上，至亲之人的血脉之力和真心意念，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能量波动之一，它能形成到护身符，让儿女在外面自然就小人退散，贵人迎门。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各位，儿女写的字条一定要是亲笔写的，不能是打印的，也不能是临代写的。为什么？因为笔记里带着一个人的精气神，这是复印机和打印机永远无法复制。您想想，
您看着孩子小时候歪歪扭扭写的字，是不是心里瞬间就暖了？那股暖意就是能量亲笔写下的祝福，带着他的体温、他的心意、他的气场，这比您去庙里花几百块钱求来的福还要灵验10倍、100倍。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细节，很多人都做错了，您一定要听仔细。这个出盐包用多久呢？一般建议是49天。49在佛教和道教中都是一个圆满和转化的数字。49天后，它吸收的浊气已达饱和，到时候请您把它取出来，千万记住，不要剪开，不要倒进马桶，那是大不敬。正确的做法是用一份恭敬心，把这个用过的红布袋连同里面的盐和字条一起拿到流动的河水中放生，让它随流水而去，寓意带走霉运，流向大海。如果没有河流，也可以深埋在大树下，寓意归于尘土，化作春泥，把不好的能量还给大地母亲去净化，千万不能随手扔进垃圾桶，那等于把吸来的霉运又散回了家里。除了出盐包，还有一个简单的小法门也一并教给您。如果您发现家里最近口角特别多，夫妻俩总是为了一点小事吵架，那您可以在卧室的门背后挂一串五帝钱。五帝钱是清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5位皇帝在位时铸造的铜钱，凝聚了5朝帝王的龙气和正气，挂在门后能起到镇宅、化煞、和睦家庭的作用。如果找不到五帝钱，用6个乾隆通宝串在一起也可以。6在风水中代表6白金星，主权力和贵人，能化解口舌是非。再说一下卧室的窗户，窗户是卧室的气口，新鲜空气和吉气都是从窗户进来的，所以窗户要保持干净明亮，不能堆满杂物。窗帘也要经常清洗。如果窗户外面正对着别人家的墙角、电线杆或者枯树，这在风水中叫煞气外冲。可以挂一面小凸面镜，对着窗外把煞气反射回去。但要注意，凸面镜不能对着别人家的门窗，否则会损害邻里关系。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最核心的道理就一个，家是咱们的根，卧室是咱们的魂，根深才能叶茂，魂安才能生灵。您把卧室里的这些乱七八糟东西清理干净了，把好的气场建立起来，您自己睡得香，身体好，心情也就好。跟儿女说话也不再带刺，儿女回到家里感受到的是一个温暖、安宁、充满正能量的港湾。他在外面打拼的时候，心里就有底，有靠山，自然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各位老朋友，这堂课我们讲了卧室布局的大忌，也教了您不花钱的化解妙招。道不外求，风水在己。真正的风水就藏在我们日常的衣食住行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的家庭有帮助，请您一定不要吝啬，您动动手指，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您身边的老姐妹，或者发到家庭群里，提醒孩子们也检查一下。您的一次随手转发，可能就解救了一位正为此烦恼的亲人，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您动了善念，行了善举，福报自然会回流到您和您的家人身上。如果您还没做，请在看完后去评论区留下今晚自查这4个字。这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打卡，更是您对自己和家人许下的一份承诺，承诺您愿意为了全家的幸福迈出这改变的第一步。您的这个动作会在冥冥之中感召更多的正能量向您家汇聚。
我会在屏幕这头为您和您的家人祈福，点击关注我。接下来的2026年，我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更实用的生活自救改运天机。我们不搞迷信，只讲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的生存智慧。下期内容我会专门讲客厅里的招财布局，教您如何不用花大钱就能让家里的财气旺起来。记得来看。最后祝福大家阖家安康，儿女前程似锦。我们下期再见。